浮沉中哭了一人多，前尘如梦，岁月匆匆，繁华尽，尘白中一场空。寒窗数载尽前程，富贵功名变嘲讽。回首处，才知谁是英雄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有戏人，生死与言。望苍天，笑人间，悲恩怨，叹桑田。如临梦，把酒谈笑醉容颜。大人不会被那帮恶贼吓唬一下，就马上决定退缩了吧？当然不会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，才坚定我打击他们的决心。好，如今我人在滁州，就从滁州开始，好好将他们整顿一番。可是大人，不怕他们再派人暗杀你吗？哼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若真落入恶人之手，我也只能认命了。大人如果不嫌弃，新兰愿意追随大人，在严打贪官的道路上，一路保护大人周全，直至铲除吴松这个恶贼为止。唉，只是这一路不好走，说不定出师未捷身先死呢。新兰没有读过书，可是还分辨得出大是大非。这世上只要一日还有贪官，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况且我们武林中人行走江湖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好，既然女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，那我在打击贪官的路上就不再孤单了。医生，你看看那是多少钱啊？23065两。这就是上官家欠我们家的钱。爹，那咱们杨家跟上官家是世交，这丁点钱算什么呀？什么？丁点钱？你口气可真大呀！那，我也是替上官家解燃眉之急用的。那我问你，叶明珠请经班名声又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爹，那过2天就是云儿的生辰，我总得让人开心开心吧。呵，5100两银子，就是为了博红颜一笑？爹，我跟云儿有指腹为婚之约，那云儿早晚不都是我们家的媳妇吗？既然早晚都是，何需要这么铺张浪费呢？爹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孩子，爹不是骂你，爹是想告诉你，这些银两是普通老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呐。虽然咱们家富甲一方，但是一分一厘都是靠咱们杨家祖祖辈辈一手打拼出来的。难道您让我见死不救吗？我做不到。金生啊，这么多年，爹就是顾及上官家的先辈有恩于我们，所以我处处都照顾他们。你也是个读书人，你应该知道“长贫难顾”这4个字吧？我知道，但是
当时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云儿恐怕就会有危险。是，你去救云儿没错，但是你总不能总是替他们家还账啊！咱们家有多少个23065两啊？那这样吧，那笔钱就当是我花了。你花了，你会挣钱吗？你还得起吗？孩子，爹就是想让你明白，这些钱都来之不易呀，不通过努力劳作、打拼积攒，幸福那不是必然的。孩儿明白了，以后不敢了。知错就改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奖惩要分明，花销要有度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能到账房里去要1分1厘，就算是对你的惩戒。哎，徐大人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方先生，你救了郭姑娘，还让我们在这里住下。收我们2人逃过了歹徒的追杀，我是想要如何回报你呢？其实送礼嘛，也非我辈所为，但想来想去，觉得的确是于心有愧。哎，徐大人，你言重了，这施以援手，岂望回报啊！啊，此言差矣。今日有1礼相送，劳烦先生莫要推辞。啊，徐大人请讲。你愿意相信徐某吗？我当然相信了。那好吧，方先生请。我不，徐大人。哎呀，别唠唠叨叨了，赶紧进去给我换了。不是，快快，这徐大人，这进去。新科状元来了！新科状元来了！高中了，高中了！哎呀，哥回来了。咱们灵儿高中了。看看，咱们灵儿衣锦还乡，多神气呀！哎呦，我说，安仁，哎，少爷他金榜题名回来，这些礼物呢，都是那些大官他们送的。哦，那你是？我是少爷的仆人，我叫天佑。哎，你乖，这礼物有你一份儿。真的，谢谢安仁，谢谢安仁。伯母，那我呢？有没有我的份儿啊？你最乖，礼物一份大的。灵儿啊，咱们去给祖宗上香吧啊！我看呢，都是空盒子吧。别那么势利。这些礼物都是真的，请你给我闭嘴。你少说一句，少说一句。闭嘴！客官慢走。哎，好。哎，少爷，你慢点儿。不是昌云，你带我上澡堂干嘛呀？哎，上澡堂能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洗澡。少爷，你看你愁眉苦脸的，洗澡放松放松。哎呀，放松什么呀？我爹都说了，1个月不给我银子花，心烦还来不及呢，还洗澡。哎呀，少爷，你听我说，老爷那是心疼你，那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我都答应好云儿了，把京城的名仙班给请过来为他演出。这下倒好，爹知道了，行程全取消了，还为我好。哎，少爷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夜明珠？哎，这不在我爹那儿吗？被他没收了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所以我说你爹心疼你啊，他交给我，让我再转交给你。我就知道我爹不可能那么铁石心肠的。哎，对了，少爷，既然你已经拿到夜明珠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交给云儿小姐？那这样吧，昌云，还是你替我送给他吧。啊，我送？那哪合适啊？怎么不合适了？我们3个从小情同兄妹，你替我送，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你呀，这才不是根本的原因。黄昌云，别装的那么了解我行不行啊？我当然了解你啊，因为你现在身上没钱了，囊中羞涩，所以啊，才不愿意见他，对不对？
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啊！放心吧，少爷，我替你，我会亲手把这颗夜明珠啊交到他手里。好，好兄弟。小玉，这煎茶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着重火候。那，小姐，那你跟杨少爷的火候够了吗？我在教你煎茶呢，你扯哪儿去了？小姐，你难道看不出来杨少爷对你痴心一片吗？我当然看得出来了。可是你为什么好像对他很冷淡？晋升是个好人，要是谁嫁给他，一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小姐，你的意思，难道认为杨少爷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？他越是对我好，我就越想逃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我都不知道是亲情还是爱情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该不会是心里还放不下那个黄昌云吧？瞎说什么呢？你不是不知道我指腹为婚了？黄昌云他从小到大都喜欢你，小姐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说得我心慌意乱的。上官姑娘，小姐，我去准备些糕点招呼客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个地方？来吃饭吧。哟，香香，你可真有本事，居然弄了这么一桌子菜。哎，你要是有香香一半本事啊，我就不用挨饿了。说什么呢？不过这次啊，算你说的对，我认输。所以我疼他嘛，香香就是能干呐。哎，我说香香，你什么时候过门啊？我还等你过来帮我做饭呢。二嫂，你真会开玩笑。我这怎么是开玩笑呢？你说我们这大伯啊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他现在啊又考上了状元，可不是该成家立室了吗？是啊，该成家立室了，最好娶香香。对，二嫂，二嫂，来。状元爷，借不说两句话。哦，现在这样挺别扭的。好了好了，方先生，明天我就走了。明天就走？新郎姑娘的伤，她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而且按理说我现在也该去滁州上任了。这段日子，谢谢你的照顾，啊。徐大人言重了，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日相见了。滁州没多远，而且你不是说要去全德私塾重置教鞭吗？只要有心，一定会再相见的。是，哎，一说到全德私塾，在下有事相求。但是无妨。来来。哦。哎，香香啊，出雷有一段日子了，我让她一个人回去呢，有点不太合适。既然徐大人你到滁州，就麻烦你把她一并带上，这样互相有个照应啊。好，没问题，反正也是顺路嘛。哎，谢谢。方林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大老远跑来找你，你怎么总赶我回去啊？我到底是哪里让你讨厌了？不，香香你言重了，我没说讨厌你啊。那你为什么总赶我回去啊？我扔下爹和猪肉摊过来找你，我全心全意的照顾伯母，我还到二嫂的当摊去帮忙，我哪儿做的不对啊？我没说你做的不对，我也没说讨厌你。那你为什么总赶我回去啊？不是，你出来的时间也太久了，我害怕你家里人担心你，万一他们报了官的话，那我麻烦可就大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根本不想见到我，你心里还有那个贪慕虚荣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你，反正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到底怎么做的不对了？香香姑娘，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不能总是无限期的待下去吧？我知道你对我娘呢，就像对你亲娘一样好，你的好我也都看见了。你呢，只是我的挂名学生，你没必要做的超出自己的本分，你说是不是？
不是咱们家的人，那不就是说你没权在这儿说三道四吗？啊，他还说什么你是他的挂名学生，那证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啊！哎，你少说一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香香姑娘，方先生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怎么会有不顾及应有的礼数呢？你们女儿家见识短，把事情想偏了。方先生没有此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那你这么说，就是说女儿家不会讲话，一点见识都没有了？不是这意思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状元爷不嫌弃你，让你上桌吃饭，你插什么嘴呀你？还有你呀，去打扫屋子。状元爷吃完饭就要休息了，快去。知道了。丫鬟知错了，安人。你们两个过来吃饭，快来。吃饭吃饭啊！走，快来吃饭，快去。哦，你先说吧。我有礼物送给你，为什么送我礼物？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你的诞辰。这么贵重？我可没那么多银子，这不是我买的，是我们家少爷送给你的。哦，那你替我谢谢他吧，帮我拿着。哎，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是不是因为我没有送你礼物啊？没有，反正诞辰年年都有嘛，送不送无所谓。其实啊，我还真给你准备礼物了。不过之前呢，我藏在这树林里了。可是我脑子太笨了，我藏在哪儿，连我自己都忘了。你又想耍什么把戏啊？我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找得着。找就找。你看，找到了吧？云儿，你太聪明了，一找就找着了。那当然了，因为这棵树啊，曾经带给我美好的回忆。是啊，也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想起来，你第一次见我，是你们家乡发生地震之后。如果没有那次地震，我也不可能认识你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水。哎呀，啊，发烧了！常元，命娘发烧了！常元，快看看哪有水呀！哦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好，快去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哎，停车！来福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爷，路边躺着个孩子，不知是死是活呀。哦。
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！你终于醒了！你昏迷了3天3夜了。我爹和娘呢？是我阿爹把你从路上救回来的，要不然你早就死在路上了。那我爹我娘呢？我爹已经找了郎中在替你娘看病，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不行，我要去看我爹我娘。你刚醒过来，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家滁州杨府，我爹已经收留了你们一家人，你们在这里很安全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晋生，你呢？我叫黄昌云。他叫上官云儿，是我未过门的妻子。我才不是你的妻子呢。你饿了没有？那我去叫下人给你准备点好吃的吧。等着。你快点好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。好。那什么呀，发亮呢？这个呀，叫萤火虫。萤火虫？好看吧？好看。好看啊？等着啊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快快快！那次之后，你回到家就生病了。是啊，那只萤火虫我带回家，养了1天就死了。这萤火虫啊，虽然美，只可惜生命实在太短暂了。就像一些事情一样，灿烂过就好。如果我尽全力再争取一次，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黄昌云，不是你愿不愿意争取的问题，是我打从我娘胎里出来以后，我就注定要嫁给杨晋生的，要做他家的媳妇儿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是，我也知道，这是无法改变的。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家少爷，你们2个人都是我最爱、最想保护的人。如果这3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一定要受到伤害的话，我希望是我来承受。你别这样好吗？你伤心，我也会很难过的。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？难道我这一辈子都会像行尸走肉一样去生活吗？你何苦这样？果然是一顿很有趣的饭。哎呀，徐大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看吃个饭弄得这么尴尬。你也知道你错了。我错了？明明是香香姑娘胡搅蛮缠，我也有错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没有错的，错就错在你的语气。语气？哎，我既没说重话，也没有大吼，我哪里有问题啊？不是有没有说重话，有没有大吼的问题，是你讲话的那种态度，很厌恶。厌恶？哎，香香姑娘看起来的确是俗气了些，看起来像个野丫头，但是呢，她为人率真，她对你是真心真意的，我们全都看得出来。哎呀，徐大人，他那是少不更事，情窦初开，等他以后再长大一点，就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糊涂事。我不是问他对你怎么样，我是问你对他怎么样。我对他怎么样？他是我的门生，我当他长辈还差不多，我能对他怎么样啊？别自己找借口了。你看刘备，比孙夫人年纪大多了，他们不也成为
传颂千古的佳话了吗？徐大人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我没拿你开玩笑。哎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厌恶香香姑娘，还是你一碰到儿女私情就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了？这人非草木，我又不是个瞎子。香香姑娘如此待我，我岂会不知啊？你今天早上还跟我说你要把过去那些陈年往事通通忘记，结果你还是忘不掉。你看吴聪夫妇回乡了，你又赶紧躲到老家来，想逃避，结果还是逃不了吧？哎，我说你这样不仅是误了自己，还误了别人呢。我明天就要离开了，言尽于此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一想到他们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我就怒发冲冠了。少卿，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早就揍他们一顿了。他们的确可恶，但咱们万万不能中了他们的计。要不是我拦着你们，现在我们已经在牢房吃牢饭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反正本少爷是咽不下这口气的。要是我才疏学浅考不上，那我认命。关键是就凭他们几个，凭他们的才学都能中举，哼，简直是有眼无珠，天大的笑话。金生，这件事情的背后，一定牵扯着通天书院和贡院之间的交易。他们这样营私舞弊，还有没有王法？难怪感觉他们一直都有十足的把握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考试的结果应该之前就已经敲定了。他们简直是破坏读书人的名声。我现在倒能体会当时方先生的心情了。哎，如果现在方先生能在就好了。行了，少卿，你赶紧想个办法，替我们讨回公道吧。没错，这个仇我们一定得报。哼，他们的衣服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你确定里面没有其他人吗？少爷，我当然确定了。他们今天把整个澡堂子全都包下来了。哼，我看这帮人洗完澡还有没有衣服穿？哎，那麻烦干什么？进去揍他们一顿不就行了吗？哎，稍安勿躁啊，打是必定要打的，不过要打得神不知鬼不觉。怎么神不知鬼不觉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走，走走。哎，大哥啊，不是我说，今天太爽了！哎，你看到全德那4个人的表情了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知道他们中不了。可不是嘛！哎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，今次咱们一起中了举人，这梁元振呢是功不可没呀！啊，此言差矣啊！他收了我们银两，怎能不让我们中呢？啊，花少少银两就能换个举人来当，真是值得啊！值，这银子花的值！美哉啊！大哥啊，我这辈子呀都没这么高兴过。是，哎，高兴！走！谁呀？出来！谁呀？痛快，太痛快了！来，干一个！早说我没有猜错吧？你看他们4个不打自招，承认贿赂了梁元振，才买下了举人之位吧？哎，是，你们说的都没有错，我们是解了心头之恨。少卿少爷，你也全猜对了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这中举的还是他们4个人，难道明知道他们靠行贿才买得举人之位，就无法指证他们吗？不见得，如果我们有证据的话，便可以指证他们。少卿的意思是，我们的试卷？没错，既然他们调换了我们的试卷，只要我们翻查复卷，对外公证的话，便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才是今届的举人。好主意啊！太好了，少卿，来干一个！来，慢着，我们忽略了一点，这申请翻查复卷，那得向贡院申请啊。而管辖贡院的，正是知府大人梁元振，而梁元振却是通天书院4人相视舞弊的主谋之一。我们怎么可能向主谋申请翻查复卷呢？
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知道了，不是向两元镇申请查卷，而是状告两元镇。对，认为知府大人知法犯法，只要把事情搞大，让外界引来关注的话，这样我们便有机会翻查复卷。太好了，我们先去知府衙门击鼓鸣冤，状告梁元镇。来，干！臭男人，坏男人，气死我了！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说那种话，是人都会生气的。哎，郭姑娘，你不是站在我这边吗？怎么又开始数落我了？刚才那种形式，徐天佑一句话骂了所有女人，我当然站在你这边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你老是拿人的伤心事来说嘴，始终是你的不对。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，有那么严重吗？男人最重要的就是面子，你让人家下不了台，人家便跟你拼命。这种事在朝廷，在市井，在江湖随处可见。你不要告诉我你连这都不知道。那我怎么办呀？道歉。啊？道歉？哎呀，那也太难为情了吧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有，道歉。喂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哎呦！小青姑娘，我……哎呀，还是我先说吧。是我不对，对不起啊。我也有不好的地方，咱们就算扯平了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欠你的信。你念给我听。我不行。哎，你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你明知道我不识字，你又不念给我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信要自己看才有意思呢。等你以后识了字，自然就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了。哎，不过千万不要让不相干的人看啊。嗯，也对，只有你和我知道。使劲敲，使劲敲，这行，敲，使劲敲，行，告梁元镇。少爷，行。何人击鼓？把他们带上来，带上来。走，果然气派啊！告状，告状，快点！我们要告状，规矩点啊！等会儿，大人，击鼓人带到。这位大哥，有空我们一起喝一杯怎么样啊？啊，去！堂下何人？在下都兆清。赵俊，杨晋生，在下黄昌云。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哎，回大人，我们几个是秀才功名，根据朝廷律例，公堂之上无需下跪啊。就是，所谓何事击鼓？哎，拿出来啊！我们要状告滁州知府梁元镇涉嫌收受贿赂，在举人考试中舞弊营私。你们要告本官？你们，告我何罪？我们告你贪赃枉法，收受通天书院教权等人的贿赂，
在科举考试上舞弊徇私，让庸才幸进。还有，国土沉沦，祸国殃民，莫过如此。说得好，状元。胡说八道，简直是胡说八道啊！有证据吗？少爷，你看你什么？公堂之上口吐秽物，成何体统？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！是。好，快走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告你！我要告你！香香姑娘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走吧。慢点，娘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啊！太好了！灵儿，好好做官，娘的身子骨还好得很呢，有的活呢，还等着抱孙子呢啊！伯母，我会舍不得你的。他要是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修理他。天佑，谢谢你照顾状元爷。安人，您请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状元爷，交给我吧。好，谢谢。也该启程了吧？走吧。娘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走吧，哥，放心吧，家里交给我。谢谢。起轿。停轿，停轿，停轿！徐大人，轿子还给你。方先生，何必如此拘谨？徐大人送我这份厚礼，方林铭记于心，日后如若有事，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，方先生，不必为本官赴汤蹈火。你以后只需要对本官尽忠言，批评我，指点我，阻止我做出一些无谋之事，那就好了。在下必定做到。大人还是请上轿吧。咱们都不用上轿，往后的路一起走吧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既然你们两个都不坐轿，那我去坐吧，我还没有坐过轿呢。我帮你拿这个。这人呢？郭姑娘，你也一起上来吧。我去探路，以防埋伏。废物！你那个宝贝儿子，他就是个麻烦精，啊！一大清早击鼓鸣冤，打扰了本官的清梦不说，还诬告本官说我是贪官。大人息怒，我真没想到这个臭小子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呀！你还还嘴？你自己的儿子你不了解吗？有多大麻烦，他就敢给你惹多大麻烦。大人，看在你我多年同僚的份上，你一定不要生气，从轻发落呀。杜天祥啊，我要不是念在你我份属同僚，我会忍你忍到今天吗？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呐！我要是依法而办呢，按律判了你的儿子，你会觉得我绝情绝义，泯灭人性。可是我就此放了他，我又觉得很委屈。天祥啊，你教教本官，本官该怎么办呢？大人息怒，小官一定用铁链锁住这个小子，不让大人您再担心呐。天祥啊，本官知道你独立抚养他和燕娘长大不容易，妻子死后呢又不愿续弦，
就怕婉娘刻薄。本官都理解，为了孩子嘛。可是你这个儿子，他简直就是横冲直撞，不讲道理。有的时候连你这个爹的面子都不给。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，我真帮不上你了。大人，他一直在改，已经有所改善了。大人，请您笑纳。天香，大人，你一定笑纳，一定笑纳。不可！天香，你我，大人，您一定笑纳啊！你我分属同僚，这，本官上辈子欠你的。犯人家人求见。让他们去后院等我。是。都是麻烦事儿啊。是。参见知府大人。杨兄，知府大人，赵老。请。麻烦呐，麻烦。这件事情，本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。知府大人，这次错嘛，肯定是在几个小子身上。我们不是来辩解的，我们只想请大人能网开一面，从轻处罚呀。喝的是醉醺醺啊，胡闹公堂，大放厥词，目无王法呀！论律该斩。你们叫我如何网开一面呢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不劳驾知府大人了，我这就去监牢，我要打死这臭小子！赵兄，你这样激动于事无补啊！别人的儿子犯了王法，我都严惩不贷，难道我的儿子犯了王法，我就要徇私枉法吗？哎呀，赵兄啊，咱现在是来救儿子的，你何必这么铁面无私嘛？见你，才明白思念如影。什么样的风景会如此动摇我的平静？相知两颗心，也不愿再任性。有谁可知相爱的意义？我不再怀疑，只想和你携手天地。缘分是天注定，缘来和缘去，只要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前世延续，今生又相遇，今生又相遇。缘分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缘是天注定，聚散和分离，只因你一句我爱你，我们的爱情，我们的爱情，此生珍惜。